你有没有曾经跟客户坐下来谈合作，双方在过程中聊得非常开心，但其实谈判桌下暗潮汹涌，说不定你的秘密都快对对方挖光了。这一集我们来分享在不同阶段的桌上谈判所有的心态和秘诀，因为这个话题很牵涉很广，所以我们将会分成2集来讨论以及做分享。Hello， 欢迎来到逐梦创业家 Dreams Boomer， 我是连续创业家 Mickey。这是一个有关创业以及接案的商业知识分享频道，希望在这里能够让你一同学习成长，提升战斗力，赚大钱。欢迎分享、订阅以及追踪。大家都说桌上谈判带进利他思维才是王道，但利他这件事情的本身是违背人性和专公司 fighting for 利润的角度，所以你 always 知道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但人的天性还是会跑出来，好像很多人害怕谈判，并尽可能去避免。Why？ 通常是因为他们将谈判视为一种不良竞争，特别一些带有个人偏见以及强烈情感的人，他们觉得一方的利益是以另外一方某种牺牲为代价。So let's go to war。事实上，我们经常忽略，大多数的谈判都是合作与竞争的良好平衡。将协作的元素添加到这个过程中，不仅让整个过程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变得更加有 positive flow。In the end， 对双方都有利。在你确认完全清楚你自己的服务或者是产品价值、价格以及独一无二的竞争力之后，你就有能自信的带着这些准备去面对。在开始之前，记得深呼吸，试着撇除所有杂念以及个人情绪，以你站在更高的位置，纵观全局。一个好的谈判者应谨慎小心应对，慢慢试探心中的假设，以及准备好能够和对方达成协议的谈判策略。在此之前，要先摸清楚对方在文化、战略、动机，透过某种交换、交易的可能，会有更大的机会创造双赢。当然，若能够创造出有利达成协议的环境，加上事前的沙盘推演的准备，你更能让自己处于有利的位置，谈判结果会令你满意的机会就越来越高，大大的提高双赢的几率。每一次的桌上谈判都具有不同阶段的定义界定，你想从谈判中得到什么？要让你的谈判技巧去适应每次不同的议价环境。桌上谈判每个不同的阶段，像是1. 研究，2. 互相认识，3. 推销并获得项目，4. 启动 brainstorming 头脑风暴的大会，5. 提出解决方案。如果只是一个小项目，或许在一个会议中进行几种处理即可，但若是数百万美元的项目，就不太可能在1、2次会议中达成共识。告诉你们一个有关我设计公司在2011年为基创大鲁阁 Taroko 打击练习场进行 CS 企业标示系统 rebranding 品牌重塑的专案故事吧。首先，研究谈判对象的领头人物，了解他的个性是公正还是狡诈，不温不火还是嗜血火爆。这项资讯将有助于你后续判断该采用何种谈判策略。接着了解谈判对手的公司以及其中的利害关系人，其中有参与谈判的是哪些人，哪些人愿意与你对谈，又例如对方高阶主管委员会其中有哪些人，去年营收多少，股价下跌的理由等等。你的谈判对手是谁？他们知道你吗？你能给他们什么？谈判的场地为何？会议讨论如何进行？你要亲自简报，透过电话对谈，还是采取其他的形式？研究相当于谈判系列战里面的第一次无形对决，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才能抓住谈判中的最佳机会。从收集情报上着手，能让你打一场漂亮的仗。进入谈判会场之前，要想清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对方说不时，
你该怎么回应？答案是，当你进去谈判会前，就应设定好自己的底线。在去参加会议之前，我们已经通过很多电话去挖掘对方很多内容，也去过对方的棒球打击场，进行了研究，并了解了参加会议之前需要了解的所有讯息。我们要去见谁？老板的个性，他们过去的失败是什么？他们在找什么？他目前的状况如何？也了解到我们是要去对方当年位于新北市的总公司大型会议室内开会，有提供投影机的使用，而当中所牵涉到的环境因素绝对会左右谈判的结果。这牵扯到场域的控制，整体的环境因素有哪些 ？Every time is different， 每次都不一样，也因此我们需要在事前确保环境有利于谈判的进行，才符合自身的最佳利益。我们设计工作室一定是我们的主场，所以每一次我们都尽可能把战场拉回去。这是因为我们花很多心思架设出来一个能够展现我们公司品牌形象场所，就像我们设计公司一样，它建立在我们喜欢经典复古家具、椅子、物品上，并且能够向客户解释我们如何采购，例如以及如何从法国地铁运回来一些非常具有独特品味的工业灯具小故事。事实上，整个公司含有大量不同国家采购回来的家具以及摆饰，这使得我们从其他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我们给人家的感觉是一家比较具有高度历史潮流文化含量的设计公司。通常我们更喜欢让客户来我们的工作室看我们的空间还有环境，而我们周遭的环境则成为一种设定，展现我们独特和与众不同的气质、风格、个性的一种武器，说服客户选择我们就是对的。这时你需要选择好谈判伙伴。当时我们只有2个人，我负责简报内容和设计业务，以及与对方设计视觉对于商业营运的分析。当年因为我的中文还是蛮烂的，而我的 partner Kia 他则负责问问题和大量的沟通，特别他有很强烈的说服力。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白脸一个黑脸的组合，采用试探法，核心战略就是摸对方的底线。接下来就要互相认识。谈判之前，会议开始前，有时候人不一定马上就到齐。谈判高手通常会多用脑筋去包装一些话术，先跟对方寒暄一番，让对方松懈心防，透过让对方畅所欲言来探测对手的底细，找到对手的弱点，通常能从中得知什么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也能够研判某些细节的重要性，然后利用这一些资讯在谈判桌上打败对手，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面对对手，你一定要小心说话，避免失去先机。谈判桌上的寒暄也隐藏了可能会害你惨败的陷阱。至于过程中的一些虚假讯息、假消息、膨胀讯息，切记，在每一次的攻防战背后会不经意的被释放出来，因此你需要先挖出哪一些可疑的讯息，并事先研究，或者现场提出一些相关的深度问题时，才会暴露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因此，我们花一些时间与对方 PM 沟通，该 PM 与我们约定后，并发现了为什么他们公司因为老板对于品牌重塑这个方向感到害怕，导致完全无法接受品牌重塑。而我们也利用这些已经被挖掘出来的讯息，来帮助我们在整个流程中发挥作用。优秀的谈判者通常能够机灵应对，一旦涉及机密的讯息，他们往往会巧妙地转移话题。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够从寒暄中了解对手的资讯，抢占先机，表明诚意，赢得对手同情与信任，并根据发现的问题去延伸问题，能够挖掘出更深层的资讯。在这整个过程中，尽量保持冷静，不要过于激动，尝试以更高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最后就是看看谁先落到下风，这是一种意志力较劲的概念。
从中找出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观察在互动的过程中，发话权是如何的流动。若是过程中遇到很多阻力，记得少要求一点，多给别人一点好处，反弹的力量就会减少。当对方尖锐的提问时，借由专业的回答转换成自身的专业度建立，但是必要时适时的针锋相对回击，可以使你站稳脚跟。这是为了树立自身公司的个性，以及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专业伙伴。当然达到这一步非常的不容易。哦，对了，未来会分享更多有关报价相关的议题，十分欢迎分享、订阅以及追踪，并在下方留言提出你不太清楚的问题。再来，双方会开始互相认识、互相挖掘讯息，我们也借此得知正在面对的是哪一种类型的谈判者。谈判时最怕碰到以下5种人。第一种，凶悍派，他们最常用语言或者是肢体暴力来威胁，例如说，我现在就要，这是什么鬼东西？或者是威胁你说，你如果不给我怎么样，我就不怎么样。解法是引起他们的注意，这种方式对凶悍派特别有效。你必须把他们吓醒，让他们知道你的忍耐底线在哪。目的不是惩罚，而是要让他们知道你忍耐的极限，摸清楚双方对于各自底线的一个状态。第二种，逃避派，根本逼不出面，或者是用拖延战。他们会说，明天再说吧。我没有时间。我要等我主管通知。这个不是我管的。解法是指出对方行为的适当，并建议双方应进行更有建设性的沟通。若对方同时是凶悍派，就直接挑明，指出对方的态度过分凶悍，对方通常也会收敛火气。此时最重要的是提出进一步谈话的方向，给对方一个可以继续交涉的台阶。第三种，龟缩派，他们通常情绪上采逃避的策略，于是你会听他们说，这个我不懂，这个方法我不是逻辑不通，或者是我不知道。解法是安抚他们的情绪，尤其是针对逃避或者是龟缩派，首先要了解他们恐惧的原因，然后提议更改时间或地点，而另外择期商谈，并且适当的说出他们真正的恐惧，让他们觉得你了解他们，也为他们建立一个安全感。这个方法对凶悍派也是很有效，只要他们对你有安全感，自然也不会继续故作凶悍的状态。第四种，高姿态派，他们通常会用极端的要求想吓倒对方。我只等到5点，中午以前一定要消。解法是坚持一切按照规矩来。凶悍派、高姿态派、两极派都会强迫你接受他们的条件，你应拒绝任何高压、压迫，始终坚持平衡的待遇。这个坚持是互相尊重、平行沟通的一个根基。第5种，两极派，他们根本不谈，只要逼你做要还是不要的决定。这就是我的底线，然后你不要就算了，或者是除非你所有的条件都接受，要不然就免谈。解法是请他们解释，当对方采取极端立场来威胁你时，你可以请他们解释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极端要求。可以说，为了让我更了解如何达成你的要求，我想要多了解你为什么这么样想，让他们觉得你是跟他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我们当时碰到的情况，我们是将对方定义为凶悍派以及高姿态派，因为事前知道老板有可能会这样的态度或者是情绪，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受到3家不同的公司在执行后的3次伤害。我们因理解而产生的同理心，让我们比平时其他专案更具有耐心去对应。然后你也可以为自己的客户贴标签，可以参考这一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发现决策者太多，或者要绕过太多层才能够得到答案，
而你的团队又比较庞大，那么这可能不是最适合的专案选择。通常最后结果不会像跟银行或政府单位打交道那样子的繁杂，因为谈判时间可能会被拉长半年到1年。听到这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在我的 IG 上，我将分享更多这次提到的大鲁阁专案内容，当然也十分欢迎分享、订阅、追踪，并在下方留言提出你不太清楚的问题。本集内容希望能够让你了解如何在过程中学习并认识你在谈判桌上的对手。我们在下一个影片中会讨论如何解决你在桌上谈判的对手以及相对应的方法。欢迎订阅、追踪、按个赞。我是逐梦创业家 Mickey， 下次再见 ，See you on the next one， Bye， Adios， Ciao。